谁能想到堂堂清水仙君竟被亡灵打得落荒而逃，甚至于为了恢复修为干出吞噬后辈修士之事。书接上回，随着那道苍老的声音传出，一股只有亡灵可以感受到的力量从其身后钻入体内，然后在他的肉身内化作另外一个元神。这元神的样子居然与那要走了雷兽的神秘老者一模一样。就在老者元神凝聚的这一刹那，他右手向前一拍，一道道白气幻化而出，疯狂的在前方凝聚，转眼间便化作一个拳头大小的白球，直接冲向那白发怪人。砰的一声巨响回荡，但见与白发怪人的碰撞之处，在冲击过后竟露出一具全身黝黑的雕像，阵阵咔咔声从雕像内传出，最终崩溃碎裂。一个黑发中年男子缓缓的出现，此人相貌上与白发怪人极为相似。他缓缓开口说道：白凡的仙术，清霜的仙剑，逍遥子的法宝，还有那曾经堪比仙王的肉身。自本君苏醒后，你是本君所遇最强的一个炼气师，你有资格说出名字。中年男子说话之际，右手在身旁的雕像上一拍，立刻这雕像融化，变成了一杆黑色长枪，被此人拿在了手中。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我就是个仙人，即便是仙君又如何？更何况你此刻的修为也就是一个仙王而已。亡灵肉身以一副老气横秋的语气说道，话音落下，他向前一迈，整个人没有任何停顿与阻碍，直接与天地融为一体，但却没有消散，而是在这种状态下，右手掐诀一指天空，焚仙火炎。刹那间，一片红色火焰无声无息间降临，好似化作无数炎龙，带着咆哮的热浪直奔中年男子吞去。中年男子右手长枪一松，此枪瞬间崩溃，化作无数碎末环绕在他四周。与此同时，他右手食指按在右眼。没想到后辈的炼气师中，居然有人可以达到这等程度，不简单，你有资格让我施展极境。他说着，右眼红芒一闪，一道红色闪电携带着一股滔天的寒气直奔亡灵而去。在这寒气下，其前方凝聚而来的火焰都好似被熄灭一般。亡灵目光凝重，双手再次掐诀向前一指，砰砰之声响起，包围中年男子的火焰顿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。这火球刚一成型便立刻收缩，好似要把内部的一切全部焚烧。在火球收缩的同时，极尽化作的红色闪电落在了亡灵肉身内，一股毁灭性的力量炸开。亡灵清晰地看到，老者元神在那极尽的冲入下立刻崩溃，但瞬间便又凝聚，只是刚一凝聚又再次崩溃。在短短的数息间，老者元神经历了无数次的崩溃与凝聚。就在那老者元神又一次凝聚中，亡灵毫不犹豫地出手，他元神一颤，元力迅速冲出。那老者的元神经过这一缓和，终于把那寂静遏制。随后他在亡灵心神中发出疲惫的声音：哎呀，好险啊！不愧是清水仙君，极境果然惊人。没想到这清水仙君被封印这么多年，居然还有这等实力。此刻，那疯狂收缩的火球崩溃，一时之间好似天地的一切都笼罩在了火光之中，即便是距离很远都可以看到那天地被映照的光芒。亡灵站在那光芒中，身影充满了威严。见得这一幕，申公虎双眼露出的兴奋已经达到了顶峰。他望着亡灵的身影，内心暗道：这才是尊主的真正实力，我之前猜测的没有错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低沉的声音回荡：能在极境下不死，你很强。火光中出现了一个雕像，此刻雕像碎裂，从其内走出一个青年。谁能想到，这白发怪人每一次在危机过后都会形成雕像，随后破碎而出时，其外在的样子更是变得年轻很多。从一开始的老者变化成为中年，直到现在成为了青年。这诡异的一幕看得四周修士军都毛骨悚然。这青年望着亡灵，身子一晃，整个人融入天地，消失不见。下一息，他诡异地出现在了远处一个阴虚修士的身后。那阴虚修士面色大变，身子正要瞬移而出时，突然一颤，整个人砰的一声化作血肉，连同其元神一同被那青年吸去吞入了口中。紧接着，那青年身子再次一晃，在四周众多修士之中穿梭，每一次露出身影便立刻有修士身亡。操控亡灵肉身的神秘老者冷哼一声，右手掐诀向着天空一指，立刻一个紫色的光球出现，然后一阵化作一股环形的波纹向着四周宣泄开来。四周修士无论何种修为，在此刻全部感觉到一股大力猛地撞击在了身体上，并以极快的速度疯狂地退后。几乎刹那间，四周方圆10里内出现了一个空白界，只剩下亡灵与那青年二人。那青年见状，目光一闪，却是不去与亡灵战斗，而是一晃之下再次向着远处被推开的修士冲去。亡灵清晰地听到体内老者元神咒骂一声，身子也是再次追出，口中大喝道：堂堂清水仙君，居然为了恢复修为，干出吞噬后辈修士之事！你若真有本事，就来和老夫打一架，免得丢人！闻听此言，那青年去势一顿，转过身，眼中露出滔天的杀机。本君不是清水！放屁！你就是清水！清水！清水！那青年冷哼一声，转身再次冲向远处准备逃亡的修士。当年的清水国储君，今日却连自己的名字都忘记了，真是可悲。控制亡灵肉身的老者长叹一声，随后虚空一脉，整个人同样融入天地，出现时却是在了远处一个问鼎修士的身边，在后者眼睛露出恐惧之色的同时，一脚踢出。你要吞，老夫便去。亡灵没有停顿，几乎在把那修士踢飞的瞬间，身影消失，出现在了下一个修士身旁，同样一脚踢出。那邪气青年阴冷地看了亡灵一眼，身子一
一晃，立刻从其体内分出之前消散的32个分身。分身出现后，各自以极快的速度向着逃遁中的修士追去。见得这一幕，亡灵明显感觉到肉身中老者的元神一怔，他怒吼一声，伸开双臂，一抖之下，立刻一股磅礴的元力从其体内散出。刹那间，四周所有修士其身体外均有元力凝聚其身。仙术散。但见一个个修士的身影迅速消失，几乎转眼间，四周再无任何一个修士存在，只剩下了那青年与其32个分身。青年见状，转身直奔亡灵而来。你既然找死，本君便成全你。闻听此言，操控亡灵肉身的神秘老者一闪便融入天地消失，其身后的邪气青年同样融入天地，紧追不舍。二人速度太快，几乎瞬息间便跨越了无数碎片大陆。在雷之仙界北方的一处碎片大陆上空，亡灵的身影一晃幻化而出，其体内老者在这一刹那从他肉身中消失。此刻，邪气青年的身影也是显现，他看了一眼所在碎片大陆，皱起眉头，喃喃道：此地是当年雷之仙界的朝仙台，是整个雷之仙界的核心，把本君引到这里，那同样有仙君实力之人，到底有何目的？略一沉吟，他看了一眼远处亡灵的身影，正要打算出手之时，只见这处碎片大陆瞬间震动起来，其程度极为剧烈，几乎刹那这大陆上的无数山峰在轰隆隆的巨响中崩溃坍塌。瞬息中，这大陆居然升空，随着升空，其边缘位置与之连接的铁链剧烈的晃动起来，每一条铁链之上都有一头雷兽，它们不断的咆哮，身子踏空而起。这大陆赫然就是在众多雷兽的大力下升起。此刻震动的不仅仅是亡灵与那邪气男子所在的一处大陆，而是整个雷之仙界近4层，共49个碎片大陆同时震动，同时升空。这是一个大阵，以亡灵与邪气男子所在碎片为中心，呈梅花形状所组成的一个绝伦的大阵。49个碎片大陆在众多雷兽的大力下渐渐旋转起来，转动之下立刻便有漩涡出现。这漩涡太大，仿佛形成了一个深渊之洞，产生了难以想象的吸力。在这吸力下，整个雷之仙界开始了真正的崩溃。邪气男子此刻彻底的愣住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那引自己来此之人居然有这么大的动作。以他的见识，心中也不得不说一句疯子。就在这时，神秘老者的身影伴随着一声长啸在天空中出现，他目露兴奋开口道：老夫前后进入仙界数百次，筹划数万年，这世间修士有谁有老夫炎雷子这般魄力，炼化雷之仙界，算计当年赫赫威名的清水仙君？谁敢？老夫以半个雷之仙界为法宝，以此打开空间壁垒，从此以后，我罗天修士再也不需要罗天石，可以自由进入联盟星域。重宣此，老夫当年被逼远走时就说过，终有一日，我将带着罗天星域100万修士踏平联盟。炎雷子说着，双臂缓缓伸开，顿时其身下的碎片大陆也转动起来。老夫的雷仙大阵今日将成！炎雷子大笑中，双手掐举，立刻全身元力涌现而出，融入脚下大地。见得这一幕，亡灵心神俱震，他盯着远处的炎雷子沉默不语。至于那邪气的青年，则是目光一闪，缓缓说道：炼化仙界为法宝，的确很有趣，只是单单如此，没有法灵又有何用？哟，谁说没有？法灵现！炎雷子说着，立刻张口吐出一道灰芒，在那灰芒内有一个掌心大小的古镜，此镜迎风便掌，瞬息间形成一个半人多高的椭圆形大镜，镜面上一阵扭曲，从内飞出一个个元神，这些元神一现，立刻便融入大地内，化作一片元力消失，以一种亡灵无法明白的方式，在瞬息中便各自到达了49个碎片大陆其中的一处上。立即那处碎片大陆好似活了一般，灵性大增。很快，49个不断旋转的碎片大陆，其中有45处拥有了法宝之灵。法灵再现！炎雷子眼中露出兴奋，立刻那股镜内扭曲剧烈，飞出一个元神，这元神全身通红，血光弥漫，更是有一股极浓的恨意在其出现的瞬间爆发。血族亡灵面色大变，身子后退，直勾勾的盯去。只是片刻后，他却看出了问题。这元神虽是血祖，但其双目却是暗淡无光，没有任何神采。血祖元神出现后，沉默地落下大地，整个人融入。第4神鬼位6品仙王，有趣，就是不知有没有仙君。邪气男子嘴角露出阴森的笑容，缓缓说道：他此时并没有急于出手，反倒升起想要看看这自称炎雷子之人到底如何炼化雷之仙界的念头。听了对方询问，半空中的炎雷子带着一丝傲然沉声道：有。但见古镜之上瞬间出现了数道裂缝，其上波光一闪，这一次却是有2个元神同时踏出，一股难以想象的元力几乎成为了实质弥漫天地之中。那邪气青年面色一变，一品仙君。炎雷子表情之中带着一丝谨慎，双手掐诀一指之下喝道：第3神第2神鬼位。那2个元神缓缓地落地，融入其内消失了。在他们消失的瞬间，古镜一震，其上咔咔之声大响，刹那间崩溃，化作无数碎片。在其崩溃的同时，一个中年男子的元神从内迈出。这中年男子看起来极为平凡，甚至在其身上没有任何的元力波动，只是在其出现的一刻，一股可以撕裂天地的杀机爆发而出。这杀机融入天地，好似成为了规则的一部分。亡灵立刻便是喷出大口鲜血，迅速后退。邪气青年则是面色一变，盯着那中年男子，眼中露出寒芒。宇之仙界6品杀戮仙君。